法兰克，有。我前一段时间去找一个好朋友玩，他跟我说有一家甜甜圈超级好吃。当时我是住在他家的，他说要不要把这个甜甜圈买回家当早餐，顺便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也一起尝尝看。结果到了以后，那家店排队的人超级多，是什么甜甜圈？就是一个，反正现在在杭州人气很高的一家店，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甜甜圈。是日式生甜甜圈吗？什么叫日式生甜甜圈啊？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，就是它做的像一个包炸的那种甜甜圈包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奶油馅的那种，叫生甜甜圈。哦，其实好像跟那个长得不太一样，它就是甜甜圈，然后上面会淋一些酱啊，然后放一些坚果啊之类的，反正长得很漂亮的甜甜圈。但是它中间没有洞，对不对？中间有啊哇，我好想吃哦，我超爱甜甜圈的。，really？那你会因为这个甜甜圈排队吗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人有多夸张诶，但是如果是40分钟的队，我愿意排。你竟然愿意花40分钟排队吃甜甜圈吗？如果我一个人排队的话，我愿意花40分钟。如果2个人的话，我可以排更久，因为有个人一起聊天，一起去期待这个甜甜圈。哦，没办法，我太爱甜甜圈了，这个一定要排。所以你是会为了甜甜圈排队？对啊，你那个朋友不错诶，那好吃吗？结果？嗯，不错啦，是不错。哇塞，棒哦！但是我自己，嗯，怎么讲呢？我跟另外一个朋友都觉得是不太会花时间来排队的。你的另外一个朋友有跟着排吗？而且你刚刚是不是吐槽还没吐槽完？我我吐槽完了，是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为了吃去排队，还是不喜欢排队这件事本身？我不喜欢排队这件事情本身，我觉得啊，哦，啊，很奇怪吗？因因为你说你不喜欢为吃的排队，我接受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你喜欢，比如说 Apple 的产品，或者什么演唱会的嗯哼，门票，或者什么限嗯哼，量的周边包包之类的，然后你去排队，甚至彻夜通宵的排队，我都会觉得，不可能，哦，你都会觉得我都会觉得很值得啊，我都会觉得不意外。你只是不喜欢吃的，而不是排队，结果你只是不喜欢为了这些事情去花时间精力的感觉，然后去特意排一个队。对啊，我不喜欢的不是因为不喜欢甜甜圈，我是不喜欢排队。哇，好羡慕你哦，羡慕我？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掉入了这种消费陷阱里面，这种就是用什么限时、限定、限量来把我们框住，但是你没有，你没有被这嗯，些东西绑住。甜甜圈也没有限时限量啊，它是新开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它如果是新开的，我也会为了新这个字去排队。然后如果它一直都很有人气，已经不是新的了，那就更值得排队啦，就嗯代表它已经经历过最开始的新鲜期那种热潮，它已经变成一个嗯，哇值得去回购才会一直有人排队的概念了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哎，排队，哇，那我就是有这种文化的人。所以你一看到排队的店，你就会下意识觉得这家店不错，对是这样吗？对，我是觉得，就算它不错，我也不想要排队。但是呢，当时是因为我们朋友3个人一起嘛，所以我会为了朋友愿意排队。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，我绝对不会去排队吃甜甜圈或者吃饭。哦天。
很意外吗？这件事情竟然那那如果我也是个不排队的人，你也是个不排队的人，那太好啦！那我们这个话题要怎么聊？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遇到喜欢的东西要排队，这个其实没有什么，这是在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一个预热，做一个准备，做一个期待的，把它动作化的一个事情，非常非常推荐，享受这种乐趣。真的吗？可是排队的时间，你做什么其他喜欢的事情不好，你要花时间去排队。不，而且有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一定要花时间排队才可以得到吗？不一定啊。没有，但是排队有排队的乐趣啊。什么乐趣？哈，那真的是不是我在这边吹牛，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想法差很多。比如说排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那两位朋友还是那一位朋友跟你排队的时候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可能在闲聊吧。但是如果我自己去排队的时候，我会跟前一位或者后面后一位聊天。不认识的人吗？对，就聊。如果是甜甜圈，那就聊喜欢吃什么甜甜圈，哪怕只是聊完大家就各自滑手机也没有关系。但我们会简单的就我们排队的这个店或主题，我们就开始讨论。哎，运气好的，那就一直聊下去了。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就简短的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也很好。这就是跟自己的同好或者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这种乐趣啊。我觉得你要去发现排队的乐趣。可是我有别的可以感兴趣的，我有别的乐趣啊。我就是不喜欢站在那里，然后为了一个东西花很多时间。那你如果这个东西你错过了怎么办？一定要吃吗？甜甜圈？那电子产品呢？电子产品错过就错过啊！我是那种一台电脑可以用10年的人。限量周边呢？什么限量周边呢？呃，偶像啊，动漫啊。我没有啊，偶像。对我来说，那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的。我确实是跟你刚刚说的一样，不会被那种限量限定绑架的人。那你喜欢大自然吗？我喜欢啊。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就很专心的去听雨声啊、风声啊，甚至去感受太阳的时候吗？我每一天啊。怎哎，么了？怎么会从排队讲到这个？就排队，你就算不跟前面的人、后面的人去聊天，你也可以在那段干站着的时间去感受大自然，感受阳光、流汗，感受风、感受雨。你可能在排队会觉得这些是痛苦，但你当他用你的身心灵去感受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那排队又有别番的风味了。你这样说有一点道理，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排队。你是少数人。我可能确实是少数人吧，因为我发现很多餐厅，只要一旦排起了队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排队。对，我就会去排那间餐厅了。就是你看到人多，你就会去排那一间餐厅。对，我觉得大家愿意傻傻的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，一定有它的意义跟珍贵的价嗯，值所在。对。那好吧，那我反正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去排队。如果我跟朋友一起，比如说我跟你一起，你想要排队，我可以陪你排，但是我自己的话就不用了，就谢谢，我不必的。那你是这个排队文化的习惯，你是戒掉了，还是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，还是从来就没有适应过？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，我不喜欢排队。我以前也不喜欢排队，我也是这种旁观者的视角，但是后面当发现太多嗯事情需要排队的时候，我现在就习惯了，然后我习惯了，我就不想去抱怨它，不然就等于一边做着讨厌的事情，一边又在抱怨，
所以我就开始去感受它的好，去找到它的乐趣，然后接受排队这件事情，苦中作乐，然后慢慢变成乐。其实你这样子想也是没有错的，就是有一句话是，就是要爱你正在做的事情。没错，如果你已经选择排了，就不要一边排一边抱怨。没错。你刚刚说你在排队的时候会跟前面或者后面的人聊天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，我们因为喜欢同样的东西而去跟别人有交流、有接触，我从来没有过。所以你这个方式也是挺有意思的。因为这种时候，其实前面的人、后面的人也都很无聊，大家就是在那边浪费时间，对啊，所以对啊，你都说了，这个很无聊，这排队这件事情真的很无聊，对啊，但这个就是所以我就不喜欢啊。这种就像在种树的感觉，就是最后的果实就在眼前了，然后像我们在浇水、在翻土壤、在播种子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在等待的过程。那如果你排了很久，发现不怎么样呢？是的，这就是我想要吐槽的点，就是你刚刚讲到的，嗯，如果排到后面，然后突然店家跟你说东西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对，或者是嗯哼，这个东西不如自己的预期，嗯哼，那就只能希望下一次的更好了。所以哪怕你排队，它不好吃或者卖完了，你下一次还是会排队去尝试新的东西。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蛮可悲的。那你有新的想法吗？有，我下一次有机会的话，我要拉着你排队。一定要拉着我排队吗？是因为我不喜欢排队，所以你要拉着我排队？没有，是因为我很可悲，我希望多一个人一起可悲。你跟排队前面的后面的一样啊，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啊。没关系，我跟你的那2位朋友是甜甜圈就好了，我们会带给你的。好，如果是这样是最好的，不要我自己去排队。哦，但甜甜圈真的很值得排队，真想吃。我对甜甜圈其实还好。OK，哎呀，不管吃什么我都不想排队，不管买什么我都不想排队。好，排队，如果有一家店排队的话，基本上他应该会失去我这个客人。嗯，我看到排队应该是绝对不会想要去吃的。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，可是要反过来想，怎么反过来想？如果今天你是店家，你今天是个开甜甜圈店或者开奶茶店、手摇饮店的人，那你是不是希望嗯哼，你的店排队？好了好了，是啦是啦，我如果是店家，我就会希望我的店排队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有点纳闷，为什么我已经接受排队这件事情呢？为什么已经回不去了呢？要是你现在让我明天有个东西去排，我会很开心啊。为什么我变这样了？我好那啥呀？为什么？那个那啥这个字而且还是只有中文才有的，其他文化里面我都还没有这个字可以去翻译，这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表示那啥。对其他文字没有，就是我好贱，我觉得我自己好贱，但是我觉得其他的语言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字可以这么形容自己。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。下次我们来聊一下小时候的异性好友和长大以后的异性好友。好啊，没有问题，那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